中国留学生的噩耗近日是一个接着一个。继美国政府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暂停安排学生签证面试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又宣布将会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这一切对中国留学生意味着什么？会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受到波及？留学生们该如何自保？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珍。卢比奥28号在声明中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者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我们也会修订签证审查标准，加强对来自中国及香港所有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根据估算，去年有超过27.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留美学生来源国。目前正是国际学生申请签证的关键时期，许多年轻人准备在8月前往美国寻找住宿，并在学期开始前安顿下来。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们陷入混乱和绝望。29岁的生物学学生吴女士告诉路透社，快到午夜时分，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开始预订签证面试，页面崩溃了好几次。她一直忙到28号凌晨3点，疯狂地刷新网页，才抢到6月中旬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面试的宝贵机会。吴女士已经收到了明尼苏达大学杜鲁斯分校的录取通知书。她表示，如果签证被拒，她将没有后备计划。一位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媒体研究录取的北京高中毕业生说，我非常期待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但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还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来申请签证，学期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没有时间了，这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国际学生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已经获得签证的留学生也同样忐忑不安。一名来自上海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班的22岁学生对 BBC 表示，即使我在美国读书，也可能在拿到学位前就被赶回中国，这太可怕了，我已经后悔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位匿名中国博士生在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上写道，铁拳已经落下，好日子已经结束，留学生的新一轮艰难时期即将开始。政经评论员杰森在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时表示，这个事情是中共长期试图从美国窃取技术的过程中，美国积怨积到一定程度突然做出的决定。杰森回忆，20年前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他认识的一个学生就被中共情报部门的人要求提供情报。杰森表示，那时出国的人很多经历过6·4，所以对中共还有一定的认识。现在的年轻人经过中共的洗脑，可能跟中共走得更近。美国必须面对在这边培养出来的人大量的为中共服务，到底对美国是不是有利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28号晚间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并置顶说，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让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体现了卢比奥的强有力领导，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行动。前美国陆军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林小旭表示，川普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相当于美中2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而这实际上是中共长期用超限战来对付美国所得到的一个必然结果。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战时状态的信号，一个彻底脱钩的信号。视频人张天亮博士在其最新的视频节目中也表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危机应对模式，甚至是一种准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川普政府要应对来自美国内外的严重危机，外部就是中共和国际上的一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在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全面威胁。哈佛大学首当其冲，他培养了大量中共的红色后代，例如像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陈云的孙女陈小丹等。
哈佛大学实际上成为了权贵和资本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和让他们的后代继续掌权的俱乐部。川普就要打破这样的垄断。此前，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一名联邦法官暂停了该项政策。但这场法律战并未结束。时评人唐清远分析，和中共有关系的人，包括本身是共产党员的，以及加入了中共的学生联谊会的，还有和中共大使馆走得很近的，再加上在关键领域学习的，恐怕会达到80%-90%，这就相当于一刀切了。中美之间在科技方面可以说是瞬间脱钩。杰森则认为，卢比奥在 X 上的贴文中说，将开始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开始的规模不会特别大，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大学里，博士后级的研究人员1/3可能都是来自于中国。如果一刀切，可能会引发很多学校的研究没法做下去了。所以这个事对美国是一个双刃剑。他还表示，从博士这个级别开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本科生哪怕就是学计算机，也不可能进入高端的研究领域，所以本科生这个级别应该危险还不是特别大。前拜登政府中国事务官员、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拉史多西28号在 X 平台上撰文称，阻止外国最优秀的人才来到美国，利用他们的才能推动美国的繁荣和技术优势，无异于超国大国自杀。林小旭表示，美国面临知识产权不断被窃取的问题，首先是止血，而不是先做到很精确的手术，所以要先挡住申请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及驱赶符合前述2个条件的中国学生，之后再慢慢解决问题。不过林小旭也指出，川普政府的政策有很多弹性和灵活性，就像关税一样，一开始好像很猛，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在做调整，所以止血带可以不时地松一下，一些人靠它还可以留下来，所以不是那么绝对的。林小旭表示，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一波过来的留学生，很多分不清中国和中共，甚至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公开为中共站台，做了很多对美国不利的事。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中共和中国区分开，然后把自己和中共的各种组织团体全都切割开。亲共团体所办的活动也要考虑不要太多参与，这样会把风险降低很多。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